我大胖媳妇和我婆婆前2天带翟欧达去游乐场了，本来挺好个事儿，结果在入园的时候，我婆婆因为扫码买票等故障疯了，差点没被逮捕。就他们到了游乐园了嘛，就刚准备进去，人保安说你得先生成一个码，这个码呢就有点像咱们的行程卡，但用起来比咱行程卡费劲，还得点进入一个网站，有什么链接的生成。然后我婆婆呢就这一点跟我妈一样，就最怕的就是生成码这个事儿，就一旦要进哪火车站、商场、游乐园，就离300米就开始减速了。对，就这样，就离300米就开始减速了，就开始出汗了。卡是绿的，他先红了；码是通畅的，他先卡顿了。怎么说呢？就生成个码比生孩子费点劲。最后到他该进的时候，人保安说：“女士，请出示您生成的码。”我婆婆说：“我没生出来，没生出来。”最后给那保安都给憋疯了。但国内和国外的保安不一样，就比如说铁岭的商场门口的保安就检查的哈，他一看到像我妈这种容易生不出来的，他就会喊：“不许用截图啊，我可摸啊！”国外的保安有点太佛了，那保安看我婆婆这么费劲，直接跟我婆婆说：“你说我光看我也不摸，截图你还没有吗？你找个截图就这一瘦，我就让你够。”但就连我也是，有时候因为手不够快耽误个事儿。有一次在北京商场，我刚往里进，我就听前面那女的怼她老公：“哎，你看那人像不像那谁？哎，像不像？”她老公说：“谁呀？”那女的说：“哎呀，就是那个谁她老公了，就上厕所朝右那个。”她老公说：“啊，对，脱衣服挂门上那个。哎，真像，应该就是他。你看那顶卸的。”我离远一看，哎，真的，一大胖子，也是1.78米的个，27根头发，走道那8字还带个小姑娘。关键是旁边居然还有一个女的。我当时我就想，雪人啊，雪人，你化成水我都认识你，我这一天巴巴还给你打生活费呢，结果你自己已经偷渡回来了。雪人还找了个雪姨，我当时我蹭家要是追进去了，结果那保安就让我扫场所码，哎呀妈，我这一顿找，我费劲巴拉好不容易找着了，那俩人没影了。不过现在可以用支付宝首页的扫一扫，直接扫场所码了，扫完直接就打开健康宝，那速度老快了。上次我是没看准，这回他是真要回来了。以后我要在街上真看他旁边有个雪姨，我直接就是一扫，咵我冲进去给齐刘海给他薅下来。我后来我跟雪人说，我说你最好不要犯错误，我现在就是手疾马快，疯起来我自己都怕。对，我说哪儿来着？啊，对，我婆婆为什么闹事儿呢？就这码终于生成了，但人说现在买票啊，必须得用 APP 线上买票，结果这 APP 呢，它全是陷阱。我婆婆点我要买票，结果人家问您停车了吗？我婆婆点停了。太棒了，恭喜您被优惠券砸中了，考不考虑半价多停3小时呢？我婆婆寻思那就考虑吧，那万一玩时间长呢？点好。太棒了，恭喜您被午餐优惠券砸中了，考不考虑在游乐园享受公主同款午餐？我婆婆点好。太棒了，恭喜您被西瓜砸中了，要不要加$3为您的午餐赠送一杯西瓜汁？我婆婆寻思，就是这玩意儿咋老砸我呢？那行，那$3那就来一杯西瓜汁吧。确认，终于到那个付款页面了，马上摁付款了，啪蹦出来一个西瓜汁配热狗，谁能狠心拒绝呢？你想你的热狗有晃晃棉花糖伴随吗？这个呢，我婆婆是没想要的，但她因为一直点这个位置点确认，结果突然间蹦出一这玩意儿，直接就惯性啪点个确认，然后订单就生成了。我婆婆急眼了，谁要棉花糖啊？谁要棉花糖？我糖尿病啊！然后她找人退单，然后人工作人员说我们没法给你退这个晃晃棉花糖，因为你是先热的狗，然后晃的糖，你糖没花钱，你退什么钱？我婆婆说狗我也没想热，那个狗是突然蹦出来的，这属于疯狗，你从狗那退，热狗你就先给我退了。人说这个狗也不能给你退，因为你这个狗是西瓜汁加钱附送的，所谓这个强扭的瓜不甜，送狗的瓜不退嘛。反正就是层层往上捋，钱1分钱没退。最后的结局就是他们不到5点就玩完了，在停车场硬待到了7点才回家，因为多买了3小时停车券嘛。我就问我老公，我说那你们就搁这干待呀？我老公说那没有，吃棉花糖了。温迪啊做了一件事儿，我妈要打他。这个事儿我是怎么处理的呢？前2天我去杭州有个工作，温迪跟我去了。到了那之后呢，我怕孩子跟着我化妆彩排啥的无聊，我就让温迪带他们去玩。温迪啊带着俩孩子去杭州的游乐场里玩了一天，晚上领着2个无比开心的孩子回到了酒店。在我夸他真是一个好奶奶话音还未落的时候，他给我甩出仨账单：游乐场的小票、中午的午饭还有仨冰激凌，一共398。温迪做这个事儿呢，就属于情理之外，但意料之中。他的理由很简单，就是如果我呀不出差，那他带孩子玩就到楼下玩沙子玩水就行了，也不涉及消费和报销。但是今天是因为我工作，他在杭州不知道去哪里找免费的沙子和水，所以产生了消费，也就产生了报销。我给他转完钱，我就赶紧跟我同事说，我说又天降素材了，我当段子说的，结果这事儿就传到了我妈的耳朵里，我妈炸了。我妈当时给我温迪发微信，你来铁岭我跟你唠了，但这微信翻译吧，它只能翻译字儿，它翻译不了字儿后边往出飞的刀。温迪看完乐呵跟我说 Jessica 邀请我去铁岭 ，Jessica 是温迪给我妈起的英文名啊，邀请我去铁岭，说要跟我聊聊天，咱们快去吧。我说那个温迪，铁岭不能去，铁岭开亚运会呢，交通管制。温迪说那为什么管制我呀？我说那个亚运会，加拿大不是亚洲，我把温迪唬住了没去，我妈自己要来，跟我说明天她要落地北京。我说那个妈别来，温迪得水痘了，传染。我妈说我得水痘，他那玩意儿。
我说呀呀，他那加拿大水痘，那大痘什么枫叶型的都是，枫叶型的都是。你身体不好别来了，反正我也是没有啥别的招了，我只能先做到给温迪保命，剩下他俩就爱咋咋地吧。我曾经尝试过让他俩互相理解，但是理解不了，我也不管。我妈让我替他跟温迪传话，要教他做人，我说我不传，我一天够累的人，你有话自己跟他说。但是我妈那边在铁岭磨刀呢，人家温迪这边毫不知情。临走头一天，乐呵的又去北京小商品批发市场给自己进货去了，路上还主动问我妈，问 Jessica 她应该买啥呢？我妈给温迪回微信，她往出喷刀啊。温迪跟我说，我看不懂你妈妈说啥，你帮我翻译。我说我有事儿，我说温迪你自己逛批发市场，自己跟我妈聊，不用问我意见啊，拜拜。还好这回我们开的理想 L7，我躲车里老舒服了。爱彩铃，对，能按摩还能看动画，孩子也能好好休息一会儿。给他放小猪佩奇，没问题。温迪一边逛批发市场一边跟我妈微信聊天。我妈说，我闺女欠你的。温迪读到的意思是，我的女儿亏欠你。温迪问我妈，喂，我妈又说，你可真有奶奶样。温迪读到的意思是，你可真是一个奶奶呀。于是温迪给我妈回复，你可真有奶奶样，吐奶奶样，吐。温迪拎着大麻袋买了一堆便宜小商品，还特意给我妈买了8条五颜六色的搓澡巾，跟我说，你送给你的妈妈，告诉她我很想念她，也很想念搓澡。告诉 Jessica， 搓完四面她也可以真有奶奶样，真有奶奶样。回到车上，温迪把这一堆批发货物连搓澡巾全放车里了，幸好我们这后备箱够大，都能塞下。温迪那可放心了。到走啊，温迪也不知道我帮他躲过了一劫。在机场，温迪还挺不甘心的跟我说，真的好遗憾没有去铁岭找 Jessica， 你同事都告诉我了，宇宙的尽头是铁岭。我说你要是去了，生命的尽头也在那，也在那。张拿铁是懂女人的，她不但是一个妇女之友，她还可以替妇女整治外国人。这个年过去了，温迪他们一家在中国过了个年，都胖了6到8斤，我瘦了4斤，我纯是饿的，因为我吃不着饭。我家的这几个外国人吃饭转桌，那是绝对不会看别人的，他们想吃啥，他不管你这边是给孩子夹面条呢，你还是倒茶水呢，油加一下就给你转走。大胖媳妇也这样，那天吃饭我连着好几次想夹点啥，都被他转走了。周围有人，我也没好意思跟他喊，我就自己嘟囔一句，我说转转转，我看你像转桌。大胖媳妇完全看不出来我不乐意了，但张大铁听见我嘟囔，他是操心病啊，于是一直在旁边努力提醒他爸。刚开始是白楞他爸，他爸也没看着，然后啊，给张大铁急的，居然跟他爸假咳嗽。干嘛？我都震惊了，不知道他搁哪学的，但还是没用。张大铁怒了，终于把我的话给他爸递过去了。转转，我带你转转转转。停！我看你像转桌。哎呀妈呀，不光暖他妈，他还可会哄别的脆弱女性了呢。那天我同事失恋了，男朋友好像是出轨把她给甩了，他就搁这哭，现在已经哭了半小时了，咋的也劝不好。哎，你看那是谁？你看，我给你看啊，我给你给镜头转过去。哎，我怎么看着有个小孩拔香根呢？过来吧。别哭了，拿铁，我分手了。阿姨伤心了，因为那个叔叔他伤害了阿姨。他伤害了你。他伤害了我。你伤害他呀，伤害他呀，不要让别人伤害你，好吗？你喜欢那个叔叔吗？喜欢呀。我想知道老多的叔叔啊！我爸爸让我健身房好多叔叔，他们是这样的。哎，不对，是这样的。喜欢吗？喜欢吗？我就问我同事，我说你就说你喜欢张大铁这样的不？你就真实表达。我到33岁了，活得比以前真实，能量来源除了我自己的经历，还有孩子们。这个世界能和拿铁一样懂女孩的，那就是 SK2 神仙水，超90%的高效抗老成分 Pitera， 加速肌肤新陈代谢，能量增长，肌肤更显年轻，给我坦白面对岁月的底气。然后张大铁让我最震惊的一件事啊，就是温迪走之前，有一天我带着他们所有人去酒店办入住，我一个人搁这个前台给他们所有人办入住，然后有护照名错的，有日期错的，就特别费劲。我呢像个导游似的，搁那急得满脑袋是汗，完这一家人就都搁这围着我看着我傻看。我就教育了一番大胖媳妇儿，我说你能不能主动的帮帮我？就是我对好男人的要求他并不高，我不求你多帅多有钱，你就自发的有一点责任感，你就是好男人 OK。 当时张大铁就搁我旁边玩呢，我都没想到他居然听着了。第二天我带张大铁上飞机，俺俩坐一起，飞机快降落的时候就特别颠簸，我就特别怕他从座上颠下来。张大铁看我紧张呢，他伸出他的小胳膊挡着我，说妈妈你别怕，我保护你。我当时可感动了，我说啊，你为什么可以保护我呀？因为你是个超人，对不对？然后张大铁给我的回答是，不是超人，是一个好男人，是一个好男人。